當獨處不再寂寞，關係才不會變成依賴。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？週末的晚上，你打開手機，滑着通訊錄，卻不知道要找誰出去，於是你隨便點開一部影集，心裡卻感到一股空蕩。不是因為劇不好看，也不是因為家裡太安靜，而是心底那個聲音，我是不是被遺忘了？有些人甚至寧可投入一段將就的戀愛，也不願意單身，因為至少有個人可以傳訊息，可以陪吃飯，可以讓自己不那麼孤單。可是這樣的關係真的能帶來幸福嗎？還是只是把寂寞暫時蓋住，卻在未來埋下更大的空洞？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。當獨處不再寂寞，關係才不會變成依賴。君雅是一位上班族，每天下班後，她習慣馬上打電話給男朋友聊東聊西，即使只是今天午餐吃什麼，辦公室又很煩，她都覺得必須要有對話才安心。可是有一天，男朋友臨時加班，訊息回得很慢，君雅立刻感到焦躁，是不是不愛我了？是不是對我冷淡了？這樣的情況，不少人都有共鳴。愛情原本該是滋養的泉源，卻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我們填補孤單的止痛藥。就像有人每天要靠咖啡醒腦，有人要靠甜點解壓，愛情也成了一種心理依賴。問題是，止痛藥能讓你短暫不痛，卻治不好病因。當你把害怕孤單交給另一半來處理，你就把自己的快樂和安全感綁在對方身上。對方一旦不在，你的世界就崩潰。這樣的愛情注定是脆弱的。很多人害怕獨處，因為以為獨處等於寂寞，但事實上這兩者並不相同。孤單指的是客觀上沒有別人陪伴，寂寞則是一種主觀感受，即使人群圍繞，心裡仍然覺得空虛。也就是說，你可以一個人吃飯、旅行、看展，卻完全不覺得孤單。同樣的，你也可能在婚姻裡，在人際關係裡，卻時常覺得沒有人懂你。會害怕獨處的人，往往是因為把陪伴當成了價值感的證明。有人陪等於我被需要，沒人陪等於我被遺棄。這樣的思維會讓人不斷渴望關係，但卻在關係裡越來越焦慮。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待獨處，它不再是空白，而是養分。獨處幫助我們重新整理內心。生活中有太多聲音，上司的要求，朋友的期待，伴侶的情緒。我們常常忙着回應別人，卻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什麼。獨處讓你暫時把外界聲音關掉，聽聽自己心裡的渴望。獨處是創意與靈感的溫床。許多藝術家、作家、發明家都是在獨處時孕育出最偉大的作品。當腦袋不再被社交占滿，你才有空間去思考、去連結、去創造。獨處讓你練習自我接納。如果你連跟自己相處都覺得不自在，那麼無論你跟誰在一起，都會期待對方替你填補空缺。反之，當你能享受一個人的時光，愛情就不再是需要，而是選擇。還記得前面的君雅嗎？後來有一次，她的男朋友去出差1周，手機訊號也不好，訊息幾乎沒回。起初，君雅整個人快崩潰，但她突然想到，難道我的快樂只能靠他嗎？於是她硬着頭皮去做一些自己平常想做卻沒去做的事，報名一堂烘焙課，一個人去看電影，
甚至嘗試獨自旅行。剛開始很別扭，但慢慢的，她驚訝地發現，其實我也能過得很好。等男朋友回來時，君雅的狀態變了，她不再緊盯對方的訊息，也不再因為沒被回復就心神不寧。相反的，她有更多話題可以分享，也更有自信。她發現，當她不再用愛情填補孤單，愛情反而更輕鬆、更甜蜜。核心真理：當你能獨立，愛情才自由。愛情本不該是牢籠，而是花園。如果你把對方綁得太緊，關係就會像枯萎的植物。但如果你有自己獨立的陽光和養分，彼此才會一起茁壯。當你能夠自在獨處，你進入關係時，帶給對方的就不是需求，而是分享。你不再是乞討愛的人，而是帶着滿足去給予的人。這樣的愛情才會長久。節育，先成為完整的自己，再遇見完整的愛。也許你正在戀愛，也許你還在等待那個對的人，但請記得，愛情不是用來填補空虛，而是用來加倍豐盛。當你能在獨處中找到平安，找到快樂，找到意義，你就不會害怕一個人。到那時，你遇見的愛情不再是依賴，而是互相成就。因為只有當你先成為完整的自己，才有可能遇見完整的靈魂伴侶。